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这道防火墙究竟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我说它才是最辱华的东西？中共又是如何透过严密的言论管控来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今天就让我们进行史上最透彻的一次探讨。将近30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打过一个比方，说中国若想严密管控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多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他当年的判断未免有些天真了。中国政府真的建起了一堵坚不可摧的网络高墙，把中国的网民和资讯隔绝在世界的另一边。而构筑这堵防火墙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被称作防火墙之父的方彬兴。他曾在大学演讲时遭学生当场扔鞋抗议，他开通的微博账号也因涌入的骂声而被迫关闭。有网友为他写下一副对联：半生赢得千夫指，一世修来粪土名。许多人将他视为千古罪人，因为正是他参与设计了这道网络高墙，禁锢了中国年轻人将近30年的思想自由。那么中国的防火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如何建立运作，又带来了哪些影响？过去20多年里，它如何与各种翻墙软件斗智斗勇？中共又是如何利用信息管控来巩固中央、制衡地方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这堵墙才是对中国人最大的侮辱。我相信迄今为止，中文互联网尚没有哪个节目把中国防火墙讲得如此透彻。你准备好了吗？中国网络防火墙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时互联网引入中国才2年左右，中共已开始谋划如何管控线上的资讯。其实，我们口中的防火墙只是中共一项庞大工程中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名为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涵盖各种信息监控和审查手段，网络防火墙只是其中一个分支。除此之外，还包括安装在电脑上的监控软件、遍布各地的监视摄像头，以及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严格监管等等。至于防火墙具体何时上线，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在90年代末，它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其实中国网民并没有享受过多少年完全自由开放的网络环境。最初的防火墙非常初级，主要是透过比对 IP 地址和域名来简单阻挡外部网站。而那时更多的管控手段是在线下，比如对全国各地网吧的监督。彼时上网主要靠网吧，中共要求网吧业主在电脑中安装监控软件，一旦发现网民浏览了不该看的内容，就必须立刻上报。可以说，防火墙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技术屏障，更是人海战术和传统监视手段的结合。到了2004年，中共在防火墙中引入了关键词过滤技术。随着这一块补上，防火墙3层封锁的基本架构就趋于完整。此后，中共开始不断强化升级这套防火墙系统，重点对付各种翻墙工具，像著名的 ShadowSox 代理和大家熟悉的 VPN 等，都成了防火墙重点打击的目标。我相信正在观看的各位朋友中，可能就有不少此刻正透过 VPN 翻出墙来。你会发现，每逢中共有重大会议或敏感日子，例如两会期间，每年6月4日前后，或者中国境内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时，你的 VPN 总会变得格外不稳定。这绝非巧合，而是防火墙在背后发挥作用。中共会在这些时刻特别加强对翻墙流量的干扰和封锁。除此之外，中共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比如在中国西部地区增设更多网络节点伺服器，并加强对所有通往全球互联网的边界网关的管控。简而言之，他们把进出中国网络的关口守得更加严密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防火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它背后还有庞大的人力在运作。中共雇佣了成千上万的网络审查员，全天候监控网上所有敏感话题和关键词。他们不仅负责删帖封号，还肩负宣传任务，在网上带风向，为中共歌功颂德。这批人就是大家俗称的五毛党。有一份2017年的研究报告估计，五毛党每年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要发出将近4.9亿条虚假的网评，而且那已经是7、8年前的数字了。现在这个数字恐怕只多不少。除了水军和专职审查员之外，中国各大互联网企业也都心照不宣地进行着自我审查，可谓自己阉割内容。
新浪微博的上线时间就恰恰在推特被禁后1个月，可见在此之前，业界早已与当局沟通酝酿多时，由微博来取代推特的位置。而这些本土企业必然在上线前向政府立下了承诺，保证将严格过滤平台上的内容，打造一个符合中共要求的和谐版产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谷歌退出中国后，百度垄断了中文搜索引擎市场。YouTube 被封之后，国内很快涌现出优酷、腾讯视频等替代品。这些本土平台无一不是在官方授意和监管下诞生的，也无一例外地实行着严厉的内容审查。可以看到，自防火墙建立以来，中共就持续对其优化升级，使之威力越来越强大。这套防火墙封锁信息的手段是多层次的，大致可以分为3种主要方式。接下来我们就用简明的语言把它们说透。首先，防火墙采用的第一层封锁手段是 IP 地址拦截，其原理非常直接。互联网上的每个网站伺服器都有一组对应的 IP 数字地址，就像每栋房子都有门牌号，如果没有正确的地址，就无法找到目标网站。当网民在浏览器中输入一个网址时，背后实际上会先将其转换为对应网站的 IP 地址，然后网络根据这个 IP 去定位目标伺服器，伺服器再把资讯回传给浏览器，页面才能成功显示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封包上会标注2个地址，一个是用户自身的 IP， 一个是要访问的网站 IP。而中共掌握着一份庞大的黑名单，记录了所有他想封锁的目标 IP。每当一个数据封包从墙内发出，经过网关时，如果被检测到其目标地址在封禁名单中，那么这个封包就会被强制拦截并丢弃，等于被引入一条无人之境的虚空路径，最终石沉大海。用户的请求压根到不了目标网站，自然也收不到任何回复，表现出来就是网页无法打开或者显示404错误。这种 IP 封锁方法原理虽简单粗暴，但有一个明显缺点，黑名单需要不断更新。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中共的封禁名单一直在不断扩大，上百个国际主流网站说封就封。相比之下，在民主国家想封一个网站或者应用，通常需要经过冗长的程序，比如美国讨论是否禁止某款应用时，要开听证会、国会投票，还会遇到民众反对，拖上好几年都未必真能封得了。而中共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把网站加入黑名单，立刻封禁。不过 IP 封锁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非常容易被翻墙工具绕过。 VPN 简单说就是给数据封包加密并提供一个境外中转伺服器，这样数据在传输时看起来就不像是从中国发出的，目标地址也隐藏在加密隧道中，防火墙因此无法识别并拦截。正因为 IP 拦截容易被这样绕过，中共又为防火墙增加了第2道封锁机制 DNS 污染攻击。其次，第2种封锁方式是 DNS 污染攻击。 DNS 是域名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的缩写，可以把它理解为网际网络的电话簿，负责将我们习惯使用的网址翻译成机器可识别的 IP 地址。当你在设备上输入一串网址时，其实就是向 DNS 伺服器提出查询请求。 DNS 伺服器找到对应的 IP 后，会将结果回复给你的浏览器，然后浏览器才能据此访问到目标网站。但是就在用户发出这个请求的瞬间，中国防火墙已经悄悄伸出了黑手。中共有一份 DNS 拦截清单，里面包含约15000到2万个敏感关键词。当用户请求的网址中含有黑名单上的字眼时，防火墙会拦截这个 DNS 查询，强行返回一个错误的 IP 地址给你的装置。结果就是你的 DNS 查询结果被污染，只拿到一个无效地址，因此浏览器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目标网站。这招之所以管用，是因为 DNS 这套体系设计于30多年前，当时并没有考虑安全验证，极易被中间人拦截和篡改。尽管如今的新一代 DNS-SEC 协议增强了校验机制来防范域名劫持，但中国的防火墙系统也在与时俱进的升级，继续想方设法拦堵它想拦的内容。最后，第3种武器是关键词过滤，又称 TCP 重置断流。简单来说，防火墙能监测数据流中的敏感词，一旦发现违禁字眼，就直接切断用户与目标伺服器之间的连线。
哪怕你已经成功打开了某个境外网站，只要传输的数据里出现了被列为审查对象的敏感词汇，防火墙就会立即出手，让这个连接瞬间中断。结果就是页面可能加载到一半，突然没了响应，或者浏览器干脆弹出连线被重置的错误提示。这种深度过滤技术非常复杂昂贵。试想，在21世纪初，中国网络基础还很落后的时候，却能把这样的系统开发出来，着实令人瞠目。更加讽刺的是，防火墙初期的很多技术基础和设备竟然来自美国公司。中国防火墙的架构设计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思科 Cisco 以及后来被甲骨文收购的升阳微系统等公司提供的产品。从美国方面来看，他们对中共打造防火墙其实是默许态度，因为封网于民虽然能短期内稳固集权统治，但长远而言却削弱了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所以美国并不介意中共自筑高墙，把自己的人民关在资讯孤岛上。毕竟这堵墙困住的不仅是中国百姓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也在某种程度上困住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然而防火墙一经建立，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就立刻寻找各种途径翻出墙外。毕竟对于有视野的人来说，被隔绝在仅占人类1/5人口的局域网里绝非幸事。多年前有研究估计，中国经常使用翻墙工具的人数高达数千万。与此同时，防火墙也不断升级，想出很多办法来识别并阻断 VPN 流量。举例说，如果一台墙内的电脑在短时间内向某个境外伺服器发送了大量加密数据包，防火墙就会怀疑它使用了 VPN， 于是对这条连线进行限速，甚至直接切断。就这样，防火墙和翻墙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攻防战，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不断较量着技术和智慧。作为一名技术从业者，我在深入研究这套防火墙系统之后，内心其实既震撼又唏嘘。如此庞大的计划，动用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打造出了顶尖的网络技术，但它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消除贫困与饥饿，也不是为了启迪民智，更不是为了造福任何一个中国人。劳师动众，耗费国力得到的只是遮住中国人的双眼，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中共自己也清楚他的江山需要靠封锁言论，不让人民看到真相才能维持，那在构筑防火墙时，他心里是否已经明白自己才是那个见不得光的一方？一个真正自信合法的政权，又怎会害怕人民接触真实信息？如果你代表的是正义与真理，为什么需要偷偷删除别人的帖子，不让老百姓看到外面 80% 以上的内容，甚至把说出真话的人关进大牢？面对这一连串问题，中共的掌权者又如何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统治是正确正义的呢？事实上，现实中的反派从不认为自己是反派，他们总能替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辩解。一个杀人犯也可能不觉得自己是坏人，会认为自己杀人是有道理的，是被迫的。同样，建立防火墙的人也早给自己找好了借口，而且我们早就听过无数遍了，无非就是西方一直在抹黑我们的人民太淳朴，分不清真伪，所以我们建防火墙是为了保护善良的老百姓。但只要稍具基本的逻辑思维，就能发现这套说辞荒唐至极，漏洞百出。首先，你中共认定中国人民分辨不了真假，没有能力明辨是非，这等于把自己的人民全都当成傻子。可为什么西方国家就不担心自己的国民看到那些痛骂自己政府的负面信息呢？世界上批评美国的言论还少吗？墙外难道没有假新闻，没有胡编乱造的言论吗？你只要上推特刷一会儿，就知道垃圾资讯哪里都有。但西方政府仍然对网络保持开放，因为人家相信国民有能力自行判断是非，而只有你认为中国人民不行，需要由你来替他们过滤信息。那请问，究竟是谁在小看中国人？不正是中国政府自己吗？所以说，真正辱华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当局。那些为防火墙叫好的所谓爱国小粉红，其实也是在看不起自己，等于认同中共对人民判断力的羞辱。难道他们以为就只有自己够聪明，可以翻墙出来看真相，而别的中国人都是愚不可及吗？
事实并非如此，墙外的确有人散布过荒诞的反华谣言，比如有邪教媒体声称疫情期间中国死了4亿人，但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多少海外华人真把这种鬼话当回事。所以说，中国人并不笨，只要信息是自由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分辨真伪。你的防火墙只是为了保护你自己，别再打着保护人民的幌子往老百姓身上扣帽子了。第二，如果说防火墙是为了抵御所谓西方舆论的毒害，那顶多也就是封掉西方那些网站而已。然而现实是，在国内任何一个网络平台上，中国人有言论自由吗？能公开批评共产党吗？事实是，在中国的网络上，连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都成了敏感词，谁提谁倒霉，这难道和防范西方舆论有半点关系吗？显然没有。因此结论再清楚不过，这堵网络高墙也好，整个金盾工程也好，无论中共如何美化包装，其目的都只有一个，让中共自己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倒，跟什么西方文化渗透，中国人民需要保护毫无关联。再者，很少有人注意到防火墙以及各种言论管控其实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巩固中央集权，顺带削弱地方政府的力量。今天中国所有互联网企业的数据都掌握在谁手里？很简单，全都掌握在北京中央政府手中，而非地方政府手中。所以，如果你在网上抨击一个地方政府，只要中央不打算替他撑腰，那地方政府就真拿你没办法，只能灰溜溜的出来道歉。比如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鸭脖鼠头事件，有人在食品中吃出了疑似老鼠头，而地方官员竟狡辩说那是鸭脖。像这种荒唐事，网友基本可以在网上自由嘲讽1-2周就结束了，因为事态还不至于惊动中央介入，而地方政府本身能操纵舆论的能力有限。也正因如此，自从有了微博、抖音、朋友圈这些社交媒体，虽然这些平台上的任何舆论风潮都撼动不了中央分毫，但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相比过去确实透明了很多，明里暗里的坏事也有所收敛。你也许会想，这样至少能让地方官员不敢那么乱来，未尝不是一种进步。然而如果你这么想，就还不够深入，因为防火墙和禁言机制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封杀所有声音，而在于它允许执政者选择性的封锁。当一个政党可以毫无监督的自行决定什么内容要禁止，什么内容可以不禁的时候，这堵墙就不仅仅是隔绝资讯的墙了，而变成一个高度高效的舆论操纵工具。拿现实例子来说，2011年发生温州动车追尾脱轨惨剧时，微博上为何在短短5天内涌现了将近1000万条批评政府的帖子？当年震惊中外的那一幕就地掩埋列车事件，铁路部门竟然急忙将出轨列车掩埋，而据传当时车厢里还有生还者，就是通过微博曝光后才广为人知的。按平常，像这样刺痛政府的言论早被删得干干净净，但那几天却破天荒地放任了那么多批评声音。有人说，因为当时中共的网络审查技术还不够完善，一时间封不住，但更大的可能在于中央原本就对铁道部长刘志军心存不满，正想借此把他拉下马。虽然事发时刘志军本人已经被控制，但中央需要凝聚更强的民愤来对这位中国高铁之父从重处置，于是他们刻意放松审查，默许媒体大肆报道此事，让民众尽情发泄怒火。有了舆论的群情激愤，对刘志军的严惩自然就顺理成章了。同样的戏码也发生在随后的重庆薄熙来事件上。2012年初的几个月里，网民在微博上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嘲讽这位当时的政治局大员。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心知肚明，因为中央已经决定要将他拿下。在他垮台之前，舆论场上罕见地对他网开一面，放任各种对他不利的评论铺天盖地。而这种突然开闸的操作，正是为了先把他搞臭，让全国上下对其群起而攻之。并不是说网上对刘志军和薄熙来的批评是错的，即便那些声讨全是事实，但我们也要看到，还有很多更该被批判的人和事，是民众根本碰不得的。这就是选择性封禁的厉害之处。一个政党，甚至只要某一个掌权者，就可以单方面决定哪些资讯可以让老百姓知道，哪些必须对老百姓隐瞒。然而，
决定人们认知的往往不在于他们知道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没能知道什么。假设有一所完全封闭的学校，学生无法接触外界，我们只告诉这些孩子 A 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拥有世界第2高的大楼，邻近的 B 国国土狭小，高楼也没有 A 国那么高。除此之外，我们对两国只字不提其他方面，也不让学生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国家，永远不让他们了解更广阔的世界。那么孩子们一定会觉得，哇， A 国好大，好厉害啊，搞不好还会自己骄傲地喊出 A 国遥遥领先。其实我们没有说谎，提供给他们的关于 A 国和 B 国的数据都是真实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告诉他们什么，因此他们对甲乙两国的整体判断必然产生严重的偏差。同样道理，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中国老百姓所能接触到的资讯是严重不完整的，充斥着精挑细选的偏颇。相比起完全封网什么都不让看，这种选择性的屏蔽对民众心智的荼毒更甚。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那些偶尔被放出的自由言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只是操纵舆论的政治工具罢了。中国的资深记者安替，本名赵京，曾把审查制度比作猫抓老鼠的游戏，当局就像捕鼠的猫，时刻监视巡捕，而网民则像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试图避开审查，传递真相。这场猫捉老鼠的斗争每天都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上演，而且看不到尽头。综上所述，过去20多年，防火墙对中国的人文、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几乎将全球互联网一分为二，墙外是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墙内则成为中国的局域网。在某种程度上，一整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因这堵墙与世界形成了隔阂。防火墙虽然暂时替中共巩固了统治，却也扼杀了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让中国丧失了许多与世界自由交流的机会。最后我想说，中国的防火墙才是真正辱华的东西，它打着爱国保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智慧和尊严的莫大侮辱。它声称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只是在维护极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和地位。当一堵墙阻挡的不是外敌，而是人民本应知晓的真相与自由，它带给这个民族的只会是闭塞、停滞和羞耻。我真心期待有那么一天，中国不再需要靠筑起一道高墙来保护人民。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真正摆脱被矮化愚弄的屈辱，堂堂正正地站到世界舞台之上。信息自由流通的中国，才会是真正自信而强大的中国。